茶香玉果粒，牛奶更美味。本节目玩家们都超爱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冠名播出，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什么声音啊？哎，管家死了，很有可能就是谋财害命。那个人肯定不单单是管家，小偷家族，你知道吗？就这些人可能是拼到一块儿，一堆陌生人。他们家这个嫌疑太大了。这鞋在哪？对呀，你可以把那鞋拿出来看一下，是我们见的那个吗？脚，啊，那个鞋就是，哦，是那个女士的那种小皮鞋，就他把那个人埋这里头了。埋在了餐桌里。你拉出来看看吧。拉出来瞅瞅吧。是找了我们胆儿最大的几个人。哇，我们刚才在那上面吃饭，咦，妈呀，这家人真变态啊！我上桌子了，不好意思各位啊，没有不礼貌。你小心不要摔到。对，你小心，小心。在这儿。哎呦，哦，哇，这是被保鲜膜包起来了。他怕有味儿吧？我们把它抬起来。好，来，抬起来。我太可怕了！我嘴，很重，给我大刘，搁椅子上啊！我们要不把这个打开一下？衣服就是这件衣服，对吧？我们确定。这儿，你看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看这个黄的，就说明它有淤青，有点像是是不是像个手印啊？就是啊，我明白，这是捂住他的嘴，哎，这是捂住他的嘴有。没有？这，哪呀？就是这样，就我在你身后是这样，是吧？对，手是一种形状，然后对吧？主给你，我就这意思吧？你们完全还原了犯罪现场，就是你。原来你知道所有的作案细节。钓鱼执法。大刘，你捂我，大刘，你捂我，我不想有这个。一定就是你，你手法看得这么娴熟。哦，这都是血吧？你看胳膊上有血，胳膊上都是血迹。哎，他手脏。闪粉墨水啊，这有没有可能是那个的墨水？文艺，而且当时手一弄湿，他那，哎呦，走都是那个红墨水。我这还找了，身上有没了，给我划开吧。你看，要不要对比一下颜色啊？不用对比。洒出来了。你是凶手。你看，我有抓子，还有证据。观众朋友们，我们破案没有这么来，随便。你这样，你把这一撇撒在这上面，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东西。那就这个颜色，你看，就是这个颜色。哦，所以这是他手印儿。哦，不好意思，家人们，那个我去处理一下。脚这里也有这个印记，所以是死了拖过来的吗？那为什么藏这儿呢？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安排这个盛大的晚宴。我们刚才在那上面吃饭，这么大动静都没人知道。出门了嘛？出门了也有可能，对吧？趁他们不在的时候。但管家一般不会出门。反正这事儿肯定要么就俩人合谋干的。能躺着一人啊！这就想用我的命令威胁我。你未必有资格进到咱们家。千万不要慌，稳住，多配合。今天是6月17号，我们今天是收到了郭包佑的邀请，认亲，没错来一起庆祝他认亲。中午我们在聚家宴会厅吃饭的时候，突然听见了在他们家的厕所有一个类似像摔倒的声音，然后我们就进去发现了管家死在了里面。
就目前最有嫌疑的肯定是具家人嘛。你就是想把我们卷入一桩杀人案件里。你爸爸是谁？我们根本不在意。其实我看完之后，我也现在不在意了。刚才我们去查看了聚文艺、聚养生、聚幸运的他们房间，你们刚才都看了哪些地方啊？就看了啊。啊，是吧？我们看的是那个案发现场，案发现场很劲爆。这个是我们今儿的这个，我们在这里吃饭。对，这个呢是太太和成功的卧室，然后到这边是案发现场，也就是卫生间，然后这个地方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水池？小水池。首先我们是在水池里面找到了一个绿瓶子，对，这个绿色的水是绿植营养液。绿植营养液。哦，什么？绿植营养液就是为了让那个花坛长出草，藏尸体那个。有关系。对，因为他们还没发现尸体。对，咱们这桌子上那花，你看看都是假的。在案发现场那个柜子上面有很多花瓶，然后摆了很多绿植营养液，但是每一个案发现场的绿植营养液上面都有贴标，这个上面只有一个胶的痕迹。哦，被撕掉了。对，然后绿植营养液的标长这样，这个是案发现场找到的瓶子。然后在水池里面还找到了一个这个叫气死你的一种毒药，这个毒药呢是无色无味，挥发后被吸入可立即致人死亡，毒气会在5秒钟后消散，就是那个。哦，它吸入了。案发现场的这个瓶子应该装的就是这个气死你。对，就是他更换了这标签。然后我们在卫生间里面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延时装置。首先在管家脚底贴着的一个这个片叫做推墙消磁片，这是一个磁铁消磁的片。大家记不记得今天在那个马桶旁边有一个盖儿翻起来的下水槽？就是它踩到那个槽上的时候，那个槽会翻开，消除磁力。哦。而且为什么它会去触发这个脚的装置？因为那个马桶是脚感应冲水，脚感应冲水，所以在它伸脚的一瞬间，它一定会伸那个脚。不是，咱在厕所不是发现那个花盆里有一个那个毒药那个瓶吗？对吧？对，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个绳子或什么东西，就触动了一个机关，然后把这个就给它弄下来了。等于说一切都是提前被布置好的，他只要去上这个厕所就会死了。但是所有的一切案发工具，包括瓷片，都是在河道里面挑的。所以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这些案发工具是怎么跑到这里的？我是觉得我们进去之后，有人带出来了。因为消磁片必须用来触发机关，所以只有在管家倒下之后才有可能被拿走。可能在我们检查尸体的时候，他是我们不经意给拿走的。没错。然后还有案发现场发现死者下面的一个手机，这手机里的内容是他们这一家人在见到郭包佑之前对他进行了一个背景调查，找到了他的职业，因为他最近刚爆火，然后现在是一个顶流的悬疑作家。然后先不要得意，下一张就是他的照片。今天吃饭的这个宴会厅是专门为了今天认亲大会装修出来的一个布置好的一个场地。然后在他装修好之前，郭包佑伪装成了一个装修工人，出现在了装修场地。而且有一个时间是6月14号吧，那就是3天前你就已经去过案发场地了。啊？那我们现在开始询问我们想要问的人吗？我觉得先把他嫌疑洗脱了，他说的话我才有坐这儿的资格。对，没错，上座。请坐吧。哎，第2回了啊，又审我是吧？咱们小集体太脆弱了。首先，你先说你为什么提前去过案发现场？
你看到啥了？我看见就我爸这人啊，跟管家俩人在那儿激烈的争吵。那10万块钱你必须给我，你要不给我，我就把这个家的秘密公之于众。你还敢跟我说这些？你知道这些秘密有什么用？我手上知道你的秘密，随时随地让你身败名裂。然后我就对这管家就特好奇，就是一个管家怎么敢去数落雇佣他的人呢？然后后来呢，这管家就回房间了，我就上管家房间门口偷听见了。听到啥了？你们听到我手机里那录音了吗？听到了。对，我就一边听，我就把手机录音打开，就把这个录下来了。他休想用我的秘密威胁我。等郭贝有认亲之后啊，帮我处理了他。我手里有很多他的秘密，他也不敢反抗。然后我听着听着，然后感觉他要出来了，我就赶紧跑到对过那厕所藏起来了。所以他是有嫌疑，他去过厕所。他去过哪儿？他案发现场。而且你想，那个管家说的是，等他认亲完了之后，就要把他爸弄死。所以呢，他为了保护他爸，就要弄死管家。而且他在假装装修工人的时候，可以把那些东西直接处理到那个水塘里。没错。啊，杀人动机有了，作案时间也有了，手法也有了。破案了，今天结束，结束。投票！太着急，等会儿我还能再审吧，我让我说完。你们刚才听到那个录音，我们也听到了。所以他录的就是我们刚才听的那个后半段。我的秘密威胁我，等郭宝有认亲之后，一样的，你们就帮我处理了他。不重要，可以，对，是的。我觉得就此定案了。是的，因为那个据文艺那个手机里也有这段录音，没错，基本完全一样。那把这个，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有，等一会儿要听吗？行，等一会儿吧，因为不是他的线索。行。好，还有我在你的家里边发现了这些你从小到大你爸一直给你写的信。首先，你爸不是在信里一直跟你说不要让你找他了，所以他这回就是那么快想见你，你为啥一点怀疑都没有？我就是被亲情冲昏了头脑，但是说实在，我也有一点怀疑。你以前你爸永远都是用这种信纸给你写信，然后忽然间变成这样，是为啥呀？那你得问我爸去呀，那又不是我给他寄的。有蹊跷，确实有蹊跷。你觉得季成功是你爸爸吗？不太像，因为就是这个玉佩这事儿吧，感觉好像有点刻意。你的项链是一对这件事儿，就是你有没有，比如说写在小说里，或者跟别人分享过？还有其他人可能没分享过。哎，我已经把季成功老师给，嗨，成功人士。成功您好，这个是要干什么？就聊会儿天。你是我的儿子，你现在坐这儿要审我，大逆不道，知道吗？我觉得也是。苍天打雷劈死他！给我来雷雨这一块，你这是完了，这儿子不是我要提审，你是他老大哥。老大哥，你没比我大几岁。叔叔把桌先端上来吧。哦，这样是让我跑不掉了，是吗？插翅难飞。我们聊一聊。首先啊，我们在你的房间里啊，发现了你的手机。你是一个贩卖成功学课程的一个售卖，请注意你的措辞。好，售卖，你是一个售卖成功学的一个人，专家是吗？对，但是呢，你这个课程呢又9.9块，啊，你真的是一个成功人士吗？
因为我得面中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不是你们所有人都能花得起10万20万的。老百姓想成功，不得给他一个平民价格吗？他给完你成功了，我感觉。对，积少成多。那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就是贩卖你的这个成功学的这些东西，有人没有成功啊？售卖，不要再让我提醒你第3回啊！售卖成功学经验，有没有人没有成功的？你们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跟你妹妹问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师，我想问你一下，你这个售卖这个成功学有没有就是害死过人？啊？说你有没有一个发小叫李发小啊？有这么个人吗？他老想唱。我真的有一个发小，他呢是我一个成功学的一个忠实的粉丝，他花了很多钱，然后他发生了意外，这件事我痛心疾首。很难过，没人染你这茬儿，那个。好了，那我从痛苦中很快走出来。那你是不是替他借钱了？10万块钱。是的。这个功课你们也做到了哈。啊，蛮不错的，确实。他为了我这个成功课呢，花了很多钱，然后他母亲得病了，我猜你们也知道。他呢想把这个10万块钱救治他的母亲，那我就更加的惭愧了，因为我觉得既然是我的发小，我想把钱退给他。那你为什么要找你的管家要钱？因为我的钱都放在管家那儿啊。不是，您等会儿，那你跟管家是2口子是吧？我去你的！你妈是我媳妇儿。我觉得想骂我，但我还反驳不出来。然后你跟这个管家要钱的时候说的是10万块，你必须马上给我，这本来就是我应得的，我们谁也不是什么好人，大不了鱼死网破。紧接着，管家说。其实你和这个管家的关系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说实话。你跟你老婆是真的夫妻吗？当然是真的夫妻呀。你老婆为什么她的那个直播的旁边还有一张提示纸，要知道你们每个人的生日啊？名字、身份、生日。你老婆是记不住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哦，要去问我老婆哦。我哪知道？你老婆的事儿你不知道？他编不出来喽。不是这不是编的。哎，你媳妇的所有事儿你知道吗？我还没媳妇呢。对，你不可能有。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女人心啊！我需要给人留一点空间。那好，再问你一个问题，据养生也就是您的父亲，他是几月几号生日？你不会连您父亲的生日都不知道吧？好，我现在问你的祖父的生日你记得吗？我的祖父？对，你都不记得，你问我。那我再问你一下，就是你前10几年，你给你儿子寄信的信纸是什么样子的？你想想，这都刚才他说10几年了，信纸你还能记得吗？每年的信纸都是一样的。每一年的信纸都是一模一样的吗？
你看看，从你现在的语言当中，我就透露着那个信纸的不一样。那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哦，对，有些时候写儿子，有的时候我儿，那当然是不一样了。哎，行，别瞎说。这个不是我小的时候啊，我爸老爱跟我一起唱歌。对，是的。那你能唱给我听听吗？我记得我教过你，你还记得这个旋律吗？你证明你对我的爱还是存在的。你哪怕你哼出一句来、2句来，我先唱一句，看你能不能接上啊。走在推石的小路上，推事嘛，咱们推事，我们是推事嘛，我们推事人嘛，我们推事儿了。推屎的小路上，还记得吗？第2句什么呀？驮着唐三藏，不是还有撒土地，不是，还你可以再唱半句。你再唱半句，我一下我就想起来了。走在推石的小路上，悠悠最爱吃香肠，那不一样了。吃的香肠不怕胖，长得像他大爷郭德纲。嘿，哦，是我大爷。行了，这个事情有结论了，就是他肯定不是他亲爹，他是被控制的，因为管家那个里边很强势的跟他说，你先准备好认亲会，没错，就是我吩咐你干事儿，没错，他最多就是个演员，坦白从宽吧。对。行，你要问什么问什么吧。那不回答了，跟这儿不犯了。你是干嘛的？我就问你。我是给成功大师当司机的，我不是你爸爸。哦，你看，那你这个玉佩哪来的？这个玉佩是你妈给我的，也就是巨太太给我的。我们2个也不是夫妻。哦。成功，我第一眼看见这个项链，就觉得特别适合你。这项链看起来就很名贵，我觉得跟我身份特别匹配，我会珍惜的。他为什么要把玉佩给你啊？他觉得这个能彰显我的身份，然后能推销更多的成功课，因为这个玉佩也是价值不菲。好，那你跟他妈妈不是真的夫妻，那你俩的关系是啥？我们不认识，不认识。我们的家庭是临时组的，我们只是为了挣点钱。那你们老板是谁啊？管家就是我的老板，我的钱都归他，我们直播的收益也都给他，但是人不是我杀的，我不知道。管家跟你说要认儿子这件事儿吗？是的，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认亲大会。因为他是一个爆红的网络小说家，所以说我要认他为我的儿子，会给我的人气提升很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很主动去提出这个认亲大会。所以你知道他真实的爸爸是谁吗？我并不知道。哎，所以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赚钱，对不对？对，我就是为了赚钱。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这里？还是一直就我想把永远跟着钱他？挣够了。挣够是多少？你觉得人有多少钱你才能满足啊？算了，你很穷。我太太又穷又已婚，对，都不会有另一半。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有个问题啊，你知道你这样假扮成功人士去贩卖、售卖你的这些成功学，是属于这个虚假宣传吗？是，我觉得我是虚假宣传，我也对不起所有的消费者，我向他们道歉。你道歉没有？你可以退款吗？对，因为现在我所有的钱都在管家那里，我要拿到钱我会退给他们的。哎，管家死了，这笔钱最有可能流到谁那里呢？就你有没有可能会占据他这个位置？我没有，你想想，我这么一个单纯的人，你们问什么我们答什么。你自己看一下前半段的播放，什么叫为什么答什么？请看 VCR。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啊？那绿色的是我们家的植物营养液，
都在厕所的柜子上。这个也在厕所柜子上，那个不知道，没见过这个。对。来，鞠太太，来这边请。天哪！太太你好，你好，开始吧，快点问，我想上厕所。紧张，说明紧张了。白太太。白太太，就白太太可以。对，因为他的手机里边有很多 PS 他跟白三晚的合照，而且他在他暗恋白哥，而且他床头柜的那个密码是白太太。解释一下。解释什么呢？解释这些照片啊。那我喜欢你呀。我们看一下照片，好直白哦。所以你是认识他的？我不知道。他帅，做的面又好吃，然后整个人又非常的有涵养，为人温和又善良。对，那你可能对我有点误会。但我是不，你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的人。你为啥会有他跟他家人的那个玉佩啊？那不是我的，不是。你都招了，说是你给的。是我给的，但不是我的。那你从哪儿来的呢？是那个管家给我的。管家给你的？对，他跟我说是他的玉佩，然后他让我给巨神宫戴上。把这个给巨神宫戴上。为啥？因为这个呀，代表着社会地位和财富，他的直播课程卖得更好。行。他戴上之后，就显得自己是尊贵的身份嘛，这样就是卖货的时候大家更信。管家是我爸。对。就所以你的亲爹已经没了。我爸嘞！这个是啥？这个是啥？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跟你。那你得说说这是啥嘛？我这个我不能说，它跟我的一个不能说的经历有关系。再问一个关键，这张照片是什么？你没发现他很眼熟吗？就你左边眼睛是你，右边眼睛是你老板啊？你老板？对呀，就是管家。你俩的孩子吗？这也是我那个合成的。P 的是吧？那为什么另外一只眼睛是你老板呢？对啊，他跟他老板的关系可能不一般。他还是我的老公。啊，他是你真老公？对。那你写对不起，都怪他，妈妈保护不了你。就是我那个是这样的，之前我有一个孩子，正常我都怀孕了，我很高兴的，我很难怀孕，然后但是我的老板他不顾我的有孕在身，每天让我直播10多个小时，然后我就流产了。从小呢，我也就是非常的缺爱，然后他呢就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然后给了我很多的关怀，我就爱上了。爱上了之后，我们俩的日子就过得也不太好吧。然后4年前，他就觉得这个直播能挣钱，他要说咱们干直播，但是干着干着也没有什么起色。然后来1年半之前，他又说我有个招，咱们打造一个美满家庭的人设，这样大家就信能卖。然后就把这个房子装修了，我们几个就开始搁这演一个美满的家庭，主要就是为了卖货。但是只有我、巨成功还有巨幸运，我们仨卖的比较好，那几个就不咋行，像缺根少弦儿似的，你知道吗？缺小弦儿的。你在这些年间，你就在这些年还有跟你透露他以前的生活，或者他有没有孩子吗？没有，他一直跟我说他是头婚。但是突然间冒这老大儿子，我心里也很，也有点那个哈，百感交集。
对，说到这儿，哎呀，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怀不上孩子是可能是身体有啥问题，但是也没有查出来啥毛病。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就是那个管家他一直在偷偷给我吃避孕药，但我不知道。啊，肯定就是因为他有个大儿，你知道吧？他有个好大儿搁这玩呢，就自己已经有了儿子了。对啊，哎，所以他这个玉佩是最近才给你的，为了把他骗来才给你的。对，他7天前给我的。哎，我有个问题啊。你跟那个管家，你说你们是夫妻，你们是领证的夫妻吗？还是领证的夫妻？所以只有你们2个的这个夫妻关系是法律上认可的这么一个。所以如果说这个管家他去世的话，按照这个继承来讲，那只有你可以获得这份遗产。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要给他，那让他完蛋了，你不就直接就是继承遗产了？对啊，但是你是第一顺位啊。就是我说我对他有不满吗？肯定有，我孩子都没了。但是就我俩，我是他老婆，我俩挣钱，其实不都一样吗？你琢磨。然后你跟你的铁杆粉丝有一个聊天记录，人家给你发来说你这个骗子，你推荐的货我买了，你说的话我也照做了。我老公理发小不但没成功，还因为压力过大猝死。你卖的那些东西我也查了，根本不值钱，我要举报你。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很遗憾，今晚你有时间吗？你可以来我家里，我会帮助你的，相信我。好，我会在你下播之前到，门没锁，我进来了，在客厅等你。是6月10号的时候，你俩见面了吗？没见着。那天到了约定的时间之后，我到客厅去找他，找了一圈，发现他不在。然后我也觉得他放我鸽子了，我还挺生气的。那你没给他发信息啥的吗？没有，我没见着他之后，我就没给他发信息。那你自己卖这些假的产品，你心里不疼吗？我不知道是假的产品呐，都是我老公跟我说这是好的，连真假都不知道。我是通过那个粉丝知道的，我意识到我老公是在骗我的。我们这边的线索是可以结合起来的，因为这个粉丝已经死了啊，真的。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在我们的餐桌前面。餐桌那个不是有一堆昙花里面，花坛里埋了个尸体。所以你粉丝来你家里，有没有可能是你老公给杀害了呢？啊！等一下，因为这个粉丝在你的直播间里说你卖的东西是假的，然后你就不是你刚才说我老公把他杀了？对，我不知道啊，我一点不知道。你因为他这事儿你告诉过谁吗？没有。太太那前面那几个瓶子你知道吗？对，这几个瓶子见过不？没有。小叔，我是该叫你小叔，还是应该叫你叫什么名啊？你叫具文义。不是，我不想问你艺名啊？哪有艺名啊？就叫具文义嘛。前面都全部都说完了，没有必要藏了。前面人都招了。你们不是一家人，对不对？你是为了赚钱来这直播的。你不用炸，我也想知道凶手是谁，是吧？对啊。那我问你几个事儿啊，因为我们在一个手机里发现你发了3条消息，一个是跟自己的老板辞职，然后说我要去做主播了，一天赚50万；第二个是跟自己的女朋友分手，然后第3个是你亲生父亲给你发消息说你为了带货可以管别人叫爸爸，你别叫我爸爸了，这都是你干的事吧？这不是父子之间的一个小玩笑吗？你都被拉黑了。然后还有你手机里有一个录音，这个录音你是从何而来的？这是我偷录的。偷录管家和谁的录音？那都不知道了，他在跟别人打电话。我已经伪造了具文义出国的证明，想让他体面的离开。这个具文义啊，销售额这么差，死赖着不走，一直不肯离开，还要跟我鱼死网破。他休想用我的秘密威胁我。等国北有认清之后啊，我处理了他。
我手里有很多他的秘密，他也不敢反抗。他为什么要伪造身份送你出国？就是因为我业务垫底嘛，卖不出去。你业务垫底就给你让你出国更好的发展，是不是这意思啊？走国际路线，去国际上垫底吗？出国其实是一个幌子，是给粉丝的一个说法嘛，就说你走了啊，对，就说我走了，然后把我开除嘛要。哦，主要是锅包肉要来嘛，然后想顶替我。哦，把你框进来啊，他不就多了一个文化口的主播了吗？可以给他带货，而且你这个又有流量。你当然了，这个我的位置难以顶替，对不对？你都垫底了，还难以顶替？不，那是啊，他是有文化呀，他是。对，我是有文化的人啊。他这里录音说了，你知道他一个秘密，那管家的秘密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个家族的秘密吗？不啊，那你们家族的秘密那么多人都知道，他们不让他们出国呀？你都知道他要处理你了，你还不走，你不害怕吗？我想搏一下嘛，对不对？万一我这个业绩回来了呢？哎，你跟那个管家的那个分成是几比几啊？一开始还挺合适的，到后来越来越过分，就是变成9比1了。谁9？你看我像9吗？他说他有你更大的秘密是什么？其实，这个刚才那个录音里头那个秘密啊，跟吊坠有关系。吊坠，这个玉佩是你妈给我的，是我给的，但不是我的，是那个管家给我的。怎么有什么关系？讲讲这白色吊坠，我听听。因为那个吊坠是我的，我才是你真正的爸爸。啊！我就猜到了，真的假的？什么玩意儿？真的假的？我觉得他只是想让你再叫一次爸。占你便宜。宋漂亮，我觉得你是对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有那个玉佩呢？餐桌里边有一具尸体，你知道这件事吗？因为我们在那个女士的脸上、脚上还有胳膊上发现了你卖的那个墨水的墨，所以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解释一下。那你们既然发现了吧，那我就说吧，对吧？那天是6月10号，我在直播间卖我的那个墨水。各位家人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库存不是特别多啊，抓紧时间。哎，刚要上链接的时候吧，看一下，管家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让我去这个他的办公室一趟。哎，然后我这不小心把洒到手上了啊！对，就这个，对，你卖的墨水。到了管家办公室以后呢，管家就说已经给你1个月的机会了，你还是业务垫底，我不得不开除你了。我和你的粉丝会说你出国留学去了。不是管家，给个机会吧。不是管家，就一次。不行，我也不行。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我就把这个家族是假的事儿我全说出去，谁都别活，大不了鱼死网破。我们俩正在这儿说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门口有一个女人正在偷听我们的对话，所以我就追出去了啊！因为她要说出去以后，我们这个以后没法直播了。我追到她的时候，因为太紧张，她挣扎太激烈，就是我一挥手，她从楼上滚到楼下了。哦，我也没想到那么寸就摔死了。哦，合着是你杀的。这会儿管家来了，说我杀了人了。怎么办？走。那我说我去自首吧。管家说你不能去，你去了以后，我们这个秘密都公之于众了。于是他就说咱们把这个尸体藏起来吧。哦，我和管家出去准备了一下。回来以后，我刚要搬尸体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在尸体旁边有一个吊坠。
你在尸体旁边发现的吊坠。尸体旁吊坠，尸体旁边，这个吊坠你确定是那个女的，不是管家的？啊，对呀，从那个女孩身上掉下来的，我捡起来，她就夺走了。这个东西啊，一看就很名贵，这是财富的象征啊！来，哦，那你妈妈其实是理发小的妻子，我爸爸是理发小。这藏尸是他提出来的，藏到外边不安全，只有宴会厅那个花坛里头是最安全的。哦，所以这个女的其实是你给她杀的。我是误杀。明白，误杀也有罪，也有罪。他把管家杀了之后，就没有人知道他杀过人了。所以这才是你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公寓的原因吧？没有，我想动手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目前看来，他的动机，他嫌疑比较大。请坐吧。咱先就我们发现的问题开始，好吧？好。为什么你会有可以开所有居家人房门的房卡？那个房卡不是我，那个房卡就是管家的。那为啥在你那儿呢？对啊。他就特像那个电视台那个前线记者，在那边信号不好，说完之后，啊，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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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卡不在我身上，你们没有从我身上拿走那房卡呀？在你的房间里啊。我知道有一个盒子，但我不知道房卡是在什么地方。就在盒子里。哦，那我只知道那个盒子是管家的啊。那盒子是谁给你的？是我从他那儿拿的。你当时直播的时候发现一具死尸，你记不记得？啊？我说二大爷，哎，您上哪儿去呀？啊，你这一阵儿一阵儿，这个不好审了，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贼龙还是贼龙，差不多得了。说正事，说正事。你直播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一具女尸，这怎么回事啊？跟你有关系吗？没有我关系啊，是我发现的。不是他怎么发现的女尸啊？他直播。哎呦，你们看看，这谁呀？这是？哎呦，这是个死人啊！这谁把人弄到这儿来了？那他没看到那个文艺他们？没看到，他们出去了啊。对，死尸放在这儿，正好被他看到了。你也没有管他，也没报个警。啊！哎呀，这个事儿，因为我到这儿还有我不能说的一些秘密，所以我不能把这个局面搅乱。文艺啊，说让我们留神点你。他说你之前做过监狱，这应该就是你的秘密吧？啊，对，我之前我做过监狱，我跟那个巨响营有一点瓜葛。巨什么？巨响营？巨什么？巨响营是谁？巨响营又是谁？就是死那个管家。哦，他叫巨响营。哦，对，他叫营管家。18年前，我原来是个设计师。巨响营呢跟我合作开发了一个新的技术产品，但是他呢为了偷工减料，改变了一个材料配方，导致有一个用户是一个高中生，就高位截瘫了。然后我因为是这个设计者呢，就锒铛入狱了。你担当了这个责任？对，我实际上是蒙冤入狱嘛，因为是他把我给害进去的。我入狱17年，然后刚放出来，我就想打入这个管家的身边，然后弄死他。不是，我要找到当年他陷害我的这个证据，洗清这个不白之冤。
那等于其实你也并不苍老。对，我实际上只有40多岁。哦，你故意装成年纪大的人卖养生的药？对，是他们把我招过来，然后我们要像一个特别和谐的家庭，所以得有一个老人当爷爷。哦，但是他害你进了监狱，为什么他还能再招你再来他身边呢？他怎么能允许你这颗定时炸弹在他身边呢？他没认出我来，过了10多年了。你这10多年变化特别大。对。哦。你看见死尸的时候，你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啊？对，我跟我儿子相认的一个玉佩，然后就丢在那儿了。我不能说了，好像来人了。然后我发现被巨成功给拿走了。你跟你儿子，我这。哎，监狱里是可以写信的吗？是啊，是可以写信的呀，所以我一直在给我的儿子写一个贺卡。对，哦，这是目前为止最接近的一个，最接近，因为我这个歌的后4句的第1句是郭爸是设计界老大。那你今年信上有什么变化吗？信上有变化了，因为我出狱了以后，我的就是条件就改善了。你每年都会给你儿子在信里说一句话，那一句话是啥？就是不要找爸爸。为什么不要让你儿子找爸爸呢？因为爸爸在监狱吗？所以你是我的亲爸爸。这个确实是你爸，这还不如那个。哦，那您本名叫什么呀？叫郭巴。啊，就是他。哎呦，别，儿子，你的老父亲。你最疼爱的人，所以他也有杀人动机啊！他看到了巨成功，抢了他的玉佩，然后想把他儿子拉进了这个团伙，所以他为了保护儿子，可能要去杀那个管家呀。肯定不是我杀的，我要杀的我早杀了，我干嘛要等到今天呢？就是因为今天你儿子被带来了，就对啊，就是你可以在自己身上忍辱负重吗？不，相比于找儿子这件事上，洗清我的冤情这件事还要重要。哎，你是这个？现在不是说你找儿子的问题，是要把你儿子骗到这个团伙里面。对呀，我都害你儿子骗火坑里来了。啊？什么？我没听见啊？这会儿他又听不见了。你知道有一个叫气死你的一种毒药？不知道。在他的手机短信里头，有一个给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发的申请书，申请理由是：我经历了最亲爱的人跳楼的悲痛，我想加入你们，阻止更多的不幸。连上了，我们看到的那个人。爸爸，这个跳楼的这个人是谁呀？是谁？这我不能说，我只能说是个很亲密的。在他的手机里头有一个提醒事项，是一个备忘录，上面有1、2、3、4、5、6个真果粒，然后呢，上面写的是侦查真果，又见你，又见你，希望一切都好。这跟案件没有关系，你们把手机还给我吧，还是？季幸运来了，季幸运好，这边坐。Hello， 嗨悠悠，嗨悠悠，我们来问问你吧。好的。你是不是也是赚钱来这直播的？你们不是一家人，对不对？对啊，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吧，我爸呢就抛弃我跟我妈了。然后呢，我就跟我妈生活，但是没有过多久，我妈就过世了。啊，那你当时怎么进的这个公寓啊？
是这样的，其实我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一个打工人嘛。但是因为我很喜欢佑佑，但是呢，我又觉得我配不上他，我就想说变得很有名才行。我那会儿也不怎么样啊，挺好的。但是这个时候，巨小优就告诉我，你只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家庭，然后呢就能让你变得很有名，你就是一个大网红。我说哦，那我就愿意为了配得上佑佑，我就加入他们。天哪，妈呀！怎么这样子啊？可歌可泣。现在我觉得我配不上你。所以你恨过管家吗？还是说你们关系很和谐？那怎么可能说很和谐？那肯定也不可能是很和谐。而且我已经说了我要离开最好家庭了。那为什么要离开呀？因为你呀。他来了呀！但是他认亲之后，他就变成我哥哥了。那兄妹怎么可能在一起啊？我暗恋他那么长时间。而且今天一见，你说，哎，天人之姿，天人之姿，这么帅气，哎呦，没有见过这么有才华、帅气的人，就是人间理想。前情提要一下，因为在具幸运的房间里面发现了很多郭包佑的抱枕，啊，然后包括有他头像的衣架。哎呦。他自己的电脑里有那个他自己的论坛嘛，然后他在下面总给他论坛里边留言是吧？对。而且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最开始去他房间第一次搜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在骂他吗？底下唯一有一个就是巨星运巨星运哦，原来是你呀！就是他，正是在下。哇，冥冥之中。但是。巨小优让我不要为了这些儿女情长耽误了我的宏图霸业。他说不行，你不能退，我要退出最好家庭。退出？当初你跟我签的合同啊，是写着如果你现在退出的话，你要支付我巨额的赔偿金的。但是我就是很坚定的我就要退出，然后他说可以，但是我退出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机会，1周之内，你营业额达到了500万，我让你退出。哇哦。但是这个是很难达到的一个数字，对。然后我当天下午我就说我加倍的直播，然后我就跟我的这个粉丝说，我说拜托大家多买一点。那你的榜一大哥是谁呀？直播的时候，榜一大哥就是我爸，我亲生父亲。啊？手机里有一个视频。他的生日那天，然后蒋爸爸给他买了50套他要卖的那个幸运套装。他在卖产品的时候，他爸总是支持他，然后呢，他爸就在弹幕上写说祝女儿生日快乐。哦，对，然后他看见之后他就被吓到，他说大哥你说什么？对，他就立马退了直播，然后就有了一段私信。对，我就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我的父亲，我也不敢认，但是呢，确认过后他确实是。我是12号知道的，他是我父亲，在直播的时候，我确认完了之后呢，我也想跟他见，但是14号上午我就接到了通知，说让我去拿这个死亡通知单。哦，咋死了？他是因为工作太忙了，过劳，然后呢就出了交通事故。工作太忙了，因为我说拜托大家帮我冲击一下更高的销售额，我爸就看到了，但是他也没有钱，所以他就得更加倍的努力工作啊。所以他爸爸是为了他救他，对。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因为管家？当然就是因为管家，他要不提这么无理的要求，我爸就不会死。所以你是告诉我们你想杀管家，对不对？肯定啊，那我刚知道，我刚认了我爸。那其实我们捋了一下他们所有的恩怨情仇，他们的杀人动机都有。
对，你看每个像人都有的，包括他。郭包佑的应该算是就是去保护一下他爸爸之类的。对，具成功的杀人动机是想要杀掉他，把钱拿到，因为一直他也没有拿到他觉得对等的钱。然后具太太的杀人动机是为孩子报仇。那具文艺的杀人动机呢？具文艺其实很大，一个是抛尸，另外一个他现在要把他走，又威胁他。相对来说，他的嫌疑好像是最大的。对，目前来看啊，那具养生的杀人动机就是为了翻案嘛，但是他好像没有必要杀掉他。对他想把这事儿查出来，但他还要保护儿子，保护儿子这一点很重要。对啊。具幸运的杀人动机呢？他是父亲，他爸要复仇嘛。这所有人的杀人动机，谁必须要在今天把管家杀掉呢？所以今天有2个点，第一是他来了，然后那个文艺可能就是文艺有点急，他有点急，我一来他不就完蛋了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具幸运他父亲就这2天去世的，也就可能他就是在这2天想要报仇，愤怒上脑，然后就上脑。那我们现在就觉得最迫切的是幸运和文艺，对吧？嗯。然后我们所有人房间只有管家的门是用密码锁，其他人都是用房卡开的。那我们等下就想办法去搜一下管家的。走呗，行，走，谢谢小何，谢谢小何，走吧，走。我们去看管家房啊。坐电梯。开一下管家的房间吧。那个密码你们知道吗？侦查真果很有可能啊。侦查真果吗？管家房。错了。不对。试一下他那个本名呗，就具响应呗。开头字母就是勾具 X 1 2 3。就原来是这么简单，是我们想太多。哇！天哪！老板的屋确实是。又是一个洋娃娃。这个重要线索我还没看过呢。不要靠近废弃配电间，不听话会死哦。听他说话。不要参加人情宴会，不听话会死哦。总有人在提醒我们，对，有人一直想帮我们，不是帮我们，他是在预告死亡，他只会预告死者。上次是预告送货，这次是预告管家，提前告诉大家哪里会发生问题。对，显影灯，不，这个肯定有啥用啊？我也觉得这个。遵医嘱什么药？遵医嘱，药瓶是空的。这里边有个箱子呢，一个密码锁。哎，有啥？我们的爱情的见证。管家和太太的结婚照吗？他俩这结婚照照的貌合神离的。哎，20135200520，试试这个密码锁来，0520。好日子呀。好日子。0520，开了。哎，开了。Smart。重要物证。这里是啥呢？这是化妆品。他兜里为啥会有化妆品呢？这个是个女的盒子，也就是说，对，这个屋子里放了2个枕头，估计是2口子住在这么一个屋子里，对吧？这么小床， 2口子也不容易。对，
所以这些东西是菊太太化妆用的。巨家认亲大会，蟠桃宴直播专场，直播流程。爸爸，亲儿子吗？这就是蟠桃。我们今天一直在被直播，真的假的？你看啊，这样，蟠桃宴直播线之流程啊，参演人员这些个人特别出演郭包佑和他那群蹭吃蹭喝的普通朋友们啊。特别注意啊，郭包佑新晋推理小说家，人气超高，可以蹭热度，为直播带来热度和观看量。2，网友最爱豪门狗血桥段，所有人越抓马越夸张就越吸睛。特别注意事项：上午的直播筹备阶段，所有人员必须按时参加，不得外出。看他们台词，看他们台词。巨太太给他一嘴巴，然后他倒在身上，巨太太坐下，然后等我反应。哦，全部都是彩排好的，全是等我反应，为难几句。一直被直播。我说有。然后你看，这会儿要上链接。哦，蟠桃上的就是这个，蟠桃给大特写。它美容养颜，我就给大家多展示一下这个桃啊。咱们看落点是哪？前面都 OK 了，最后一场了啊！5分钟倒计时，管家提醒剧成功，直播时间快到了。这都吓着我了，我知道了。好了，下去吧，就结束了，这直播就结束了。这是他那个胶吗？啊？你们搜的那个就是他那个强力透明胶，透明不可见，潮湿状态下会留下胶痕，用显影灯照射成荧光状态。推墙消磁片，斜上。哦，它贴在鞋底。这个灯是不是？走，看一眼先。看眼先。走，我们先去看一下。它只有这一角有吗？还是2角？两角都有，那就是拿它粘过。哎，这小方块啥意思啊？这是管家脚底推墙消磁片的印记，是死者留下的。还有吗？这儿也有。这是死者的脚印。这儿。有半张脚印，有脚印也有方块，就是2个足迹。谁的脚印？这儿，往外沿着走。除了管家，还有谁脚上有胶水？那他一定是布置这个毒气的人。那这个人会是谁呢？哎，看，他这有这个，是，这不一看就鞋印吗？看他坐到哪儿，这人走了这么大一圈儿。这儿，出去了。这儿，这有。哇，这好可怕呀！他就走了，那这到这是电梯。那去电梯干啥呢？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想走家里，他故意绕开我们。谁的脚印？如果要是他坐电梯，他还是要回他屋，那就看他们家门口有。先奔太太那房间照一照。太太房间没有，门口我刚扫了一下。看看那3个屋呗。对啊，走，那我们上楼看看得。哎，我不敢走前面是。来，我谢谢你。哎。那有个板子掉了，吓我一跳。你说没有恐怖的，我们自己吓自己。个垃圾袋啊！这啥？啥玩意儿？就有个垃圾袋。别上楼了，下来。好。来，管家，哎，过来。谢谢先生。去。所以刚才成功给他的那个
甜甜圈他丢了。这里这个片，这是药吗？拿出来看看这啥药。哦，这是那个老板吃的那个，是不是床头放的那个？他把药全扔了。不是看一眼那个。那个药瓶就是什么什么有一个编码，药瓶拿过来看一眼。从这个图片上看，应该是一个东西。但是它里边没有哎。那为什么倒掉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它这个编号吧 HFSGM。好飞沙滚马，是个粤语歌曲是吧？好飞沙滚马。这我们要不现在继续先找小叶？我们先找小叶吧。我怀疑就是9楼的某一个人房间会有。有吗？这里没有，没有。这楼道里看了吗？也没有吗？没有，楼道没有。现在我们有几个嫌疑人啊？1、2、3、4、5个，6个。哎，我们是不是他房间没看过啊？我房间。包包右房间。对。对呀。你瞅我乐啥？你看去呗。啊。那看去呗。走吧，去吧，去他屋吧。看看这有没有小人。哎呀！哎呀！哎呀！啊！脚印回到你屋了。哎呀！你有什么秘密没告诉我们呢？我没什么秘密啊。我只能说这是一个误会。铁证如山了，这。所以郭包佑跟他们也是一伙的。死掉的管家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致命的？你为什么都到这个点了，你还这个真跟我没关系，我只能这么说。栽赃陷害，过敏会即刻窒息，窒息就没了。谁会陷害他？还有人打电话问过我啊？是你吗？哦，哎，这真的就是个楚门的世界啊！好多钱啊！那就可能有不止一个人想要他命，想杀，但是可能没有杀成功，有人赶在他前面杀了。这就是另有其人呗。还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微信搜索真果粒，上小程序和推理玩家一起沉浸式推理，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3、2、1， 11号监狱我们来啦！锁定腾讯视频，每周4、5、6晚6点更新一集，会员抢先1周看。每周6晚6点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日晚6点看加更11号公寓入住日记。周中一大波预告、花絮、短视频，每天刷刷刷，带你360度全方位探索11号公寓。还不快打开腾讯视频，搜索开始推理吧，和推土机们一起沉浸式探案吧。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开始推理吧，查看更多精彩。学犯罪心理学，拆穿谎言，发现真相。欢迎关注，别对黄 Sir 说谎之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六下午18点高能上线。欢迎打开新浪新闻、网易新闻、Zucker 界面新闻之于成果娱乐，有声聚焦华语之声、以林资讯、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感谢腾讯卫视、中华万年历、WiFi 万能钥匙、Cyber 校园、Lucky 校园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